今天是第一次带小孩露营，然后平常又没有很常开山路，你会建议第一次就夜冲吗？绝对不要，要不然我倒车300公尺单行道你那时候有很紧张吗？其实还好啦，因为现在车子有科技的帮助啦。要不然如果没有科技的帮助，我真的会剉赛，我真的会剉大赛。你会遇到一个接近180度的弯，然后那个回转半径很小，所以我必须要倒退再前进。我们露营到现在，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个营区的路是你开完到现在还记得的？风之幽。风之幽我知道，就那最后的5分钟，我觉得我们车子快爬不上去了。没有，其实风之幽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我们家的 CX5 的性能的第一次，就是我曾经一度以为它上不去，但是它其实上去了。它会让我印象深刻是连续5分钟的连续上坡，然后最后因为我们在西区边，它有一个特别陡的坡，曾经一度会担心，因为我们车子也蛮重的，后来还是上去了。所以你觉得外面那个再冲上去营区的路比较难开，还是营区到西区站满区哪一个路最难开？这个我很难回答，就跟你跑马拉松10公里比较轻松，还是你要10秒内跑完100公尺比较轻松？因为一个是连续性的紧张，因为你快速爬坡，然后那个路很窄的情况之下，你时间一拉长，其实心情会蛮紧张的，尤其是它还会转弯。那个营区上去到西区站板区那个斜坡，真的我觉得蛮陡的啦，而且很常听到那个车子空转的声音。我们一直听到很多车子油门踩到底冲上来的声音。那现在再让你开一次，你会怕吗？其实我会呢，但是我还想去我身为男人必须要跟你说，我不是怕爬坡，我是想要换风景。五月特呢，我们那一次是夜冲，我还记得那条路很小，然后我们还遇到了车子，你还在山上倒车，超恐怖的。那一次运气真的是好到一个爆炸，然后对方呢也是就是一个弯道遇到爱。然后我整整在晚上夜冲，然后一个车道的宽度，我直接CX5倒车，而且那时候后面满帐篷塞满整个后车厢的情况之下，满车看不太到照后镜，还好后面有行车记录器的引导。要不然我倒车300公尺单行道你那时候有很紧张吗？其实还好啦，因为现在车子有科技的帮助啦。要不然如果没有科技的帮助，我真的会剉赛，我真的会剉大赛。如果你们汽车没有后镜头的，拜托去装一个，要不然你们夜冲真的你遇到会车你会晕倒。我觉得可以装那个电子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到前面跟后面那个。这个看个人需求，因为毕竟驾驶也不菲啦。像我这个穷人家，我就会拒绝妈妈买，他又想要趁机想要跟我 A 装备。那我问你你觉得路比较窄比较麻烦，还是没有地方会车比较麻烦？没有地方会车的时候比较麻烦，尤其是路途遥远，如果没办法会车点很少的地方，他们都会说要上山之前先打给他。对，要不然真的那个，你如果是单行道，然后又在爬坡，然后路又很窄，你没有这个提醒的话，你真的会崩溃你要想想看，你要倒车3分钟、5分钟，那你真的是会崩溃到爆炸，而且还是斜坡。如果白天开，你会觉得差很多吗？白天开一定差很多我跟你们说啦，有的时候讯号不是很顺，当你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它有可能网络会突然讯号很差，然后你的导航会累格的，会失效。然后呢，你白天你还可以稍微瞄一下说自己大概开到哪里了，稍微停一下看一下，然后依据路标之类的东西看得到那个路标的字。因为营区其实现在快到的时候，他们都会贴那个往前那个箭头，但晚上坦白说不是每个都看得到，是看不到。看得到啦，因为你的视角太短了，然后它的路又很窄，你要看说会不会转弯或者是怎样，你那个时候其实你要看的东西很多，所以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告示牌。
布列特跟风之佑那个营区的斜坡啊，你觉得他们两个哪一个比较难？我是觉得他们两个斜坡都很像啊。其实都会让人家但是如果认真要说的话，我会觉得风之佑的会比较好开，因为它的急转到西区那一段的路是相对平整的，不像布耶特它会有一些高低差。还有一个营区天使之窗，我们那个是第一次跑外县市新竹比较远的营区，然后它的山路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有一个大转弯是爸爸开车倒车了2次才转上去。天使之窗它真正恐怖的点是在急转发夹弯，就是我进到营区那边，它其实是在边爬坡的时候，瞬间你会遇到一个接近180度的弯，然后那个回转半径很小，所以我必须要倒退再前进。然后由于我这个恐高，我有一点点恐高症的人，天使之窗因为它在最上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开在云层上面，因为那路很小，刚好一台车子的宽度而已，然后下面就是悬崖，然后马上给你180度转弯，所以你在开要转弯的瞬间，你会发现，身为一个驾驶者，你的视角，我靠，我前面全部都是空的。那我坐在副驾也还好，因为你不是你在踩油门。那再来就是白云朵朵，白云朵朵我也是觉得外面的山路还好，可是那时候你跟我说回去的时候那个斜坡需要助跑，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真的啊，因为白云朵朵你去的时候问题不大，然后回去的时候，因为它那个斜坡其实我们的营区又是在最下方，然后你的斜坡下去之后是直接一个急转弯到营区，然后急转弯大概不到5公尺就到你露营的地方了。那你要去思考了，回过头来想的是，下去当然没问题嘛，那上去呢？上去你只有5公尺，直接上急坡，马力要够才冲得上去。其实开车，最怕的是你没有出速度的情况之下，直接就是要上陡坡，因为这样很吃马力，因为你没办法靠前冲的作用力上去了。那你急弯的时候，只有5公尺的助跑。所以现在定营区是不是要连那个营区里面的路都要先确定好，会不会比较好？不然感觉到了营区像是在开惊喜包一样。能够确定好的还是尽量确定好啦，但是我坦白说啦，很多事情是会根据你自己定的营区会遇到 surprise。我要问的是，最难开的是谁？风之佑。最陡的是白云朵朵。最不想要夜冲的是哪一个？风之佑。你最害怕遇到哪一种路？又窄又急弯又陡，3个条件同时具备。那这4个再叫你开一次，最不想要开哪一个？白云朵朵的回家的路。仔细一讲的话啦，我觉得我晚上在倒车那一次最可怕，你们应该吓死。那一次我们真的蛮可怕的，你看不到又暗蒙蒙的，对不对？连续又遇到了几台车要倒车，一台车倒车好不容易过去了，结果前进没几次又再遇到了一台，那不是很崩溃吗？如果今天是第一次带小孩露营，然后平常又没有很常开山路，你会建议第一次就夜冲吗？绝对不要。那如果真的要夜冲的话，出发前要先确认什么？最好是看别人去过的行车影片，然后把所有的弯跟路全部在出发前再看一次，然后重点背下来，真的有差哦。接下来要去一个新的露营区，其他人都没有去过，影片也找不到的，就是没有人去拍过，没有路况，你会先查什么？我会先带我的车去补一下刹车油啊、水啊什么的。不是啊，你这样讲我要看什么？大家都没去过啊，我会查什么？我第一个我就先看它海拔，然后再来就看它在哪一个区域啊。因为如果我会经过产业道路，你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了。通常啊，没去过的，就是我都会叫妈妈不要夜冲啊，因为你如果真的上网络上找不到很多影片资料的话，尽量就不要夜冲。不过大部分现在妈妈她找的营区都网络上都还看得到那个人家去到营区的一小段影片啊，对，要不然就是直接打电话问营主一下。对啦，问营主是最快的啦。这很重要哦，真的行前真的很重要，因为毕竟你亲子露营的话，你要去思考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小孩子在车上哭，然后你的另外一半在忙着安慰小孩，然后你要很专心的再去看路，然后看路的时候呢，你又要去看导航，然后你要去思考，在很小的路，你又要看导航，又要看路，又要急转弯，然后暗蒙蒙，然后又要看告示牌，很忙哦，超忙。
教你们一个小诀窍，要夜冲之前，小孩子最好是不要睡午觉，让他们在车上睡。这很难控制，好不好？打晕。怎么打晕啊？不要乱教了。